江西南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，这是一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啊。大家都知道这是江西省会，也都知道滕王阁和南昌起义，但除此以外，剩下的好像只有辣。不过这次来南昌，除了感受到南昌马拉松的氛围以外呢，我还发现一条自驾游路线就在梅林。因为它内置一项功能叫做旅行路书，你们在新能上可能见过有赛道地图，但是在一台 SUV 上有路书功能，是不是第一次见啊？那点开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已经内置了大约45条旅行路书功能，包含了全国很多旅游知名城市。而我们今天要走呢，就是南昌站。点进去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会先给你一条非常精美的3D 路线，然后呢就是一些旅程信息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走这条路线的里程是42公里，使用天数呢就是1天就可以跑完。然后呢，还有旁边像景点介绍以及景点地图好，看完之后呢，就可以点击直接出发了。而且它这个旅行路书功能呢，并不是简单告诉你这些景点应该怎么去、怎么玩，而是跟整个车机导航，甚至整个车它是联动的。比如说你在开启导航之后呢，它整个界面先会变成一个非常精美的3D 界面。这种开在群山间的感觉，其实跟我眼前看到的是一样的。另外呢，整个导航界面上会显示更多信息，包括指南针，包括整个车身状态，而且这些信息呢还会显在仪表和 AI HUD 上。当然，它这个地图呢，并不是为了好看，它是真的有实际作用的。比如说在一些急弯的时候呢，它整个地图界面先会变掉，然后呢上面会出现前方这个急弯的一个弯道的角度，然后建议的通过速度。这样安全性是不是有了？另外呢，像我面前这个70英寸 AI HUD， 整个显示的功能和显示面积都非常多，所以在整个开车过程中呢，包括这种急弯山路中，我的视线看了 HUD 就行了，都不用离开路面就能知道各种信息啊。但是我不确定它这42公里的路数里面会不会包含一些轻度越野的路段，但是我觉得这辆车应该没有问题啊。而且你说巧不巧，由江铃福特智驱练马赞助的南昌马拉松42公里，而我们今天路线呢也是42公里，巧不巧，是不是呼应上了？它上面居然跳出个航拍点推荐，我们逛一下它推荐景点神龙潭，看这地方好不好玩？我怎么感觉有点晕啊？这里真的最痒啊！朋友们，终于看到龙潭了，终于看到瀑布了。30块，你觉得这瀑布值不值？这个推荐景点真不错，走，咱们去下一个看看。这台智驱练马还有功能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就它车载摄像头呢，可以在你遇到一些好看风景的时候呢，你自己去录像，而且录像的时候呢，你还可以设置一些水印，比如说像我之前设置了指南针、车辆位置、胎压这些信息，而且它左下角还有个烈马 logo， 所以说拍出来呢特别有感觉。那你在开车的时候呢，如果看到这个好看风景，用手机拍肯定不合适，你在开车对不对？那用这个拍又稳又方便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扫描屏幕2维码，把图片存储在手机里，再通过手机分享社交媒体。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好。它这个路数导航呢，是你到了一个景点之后，它会跳出下一个景点。当然了，你现在这个景点游玩完，然后呢，它的导航就会帮你设定到下一个景点，不用你一个点一个点的去单独设定了，这比较方便。那如果走的路数里面，它会有一些复杂的路况，比如说非铺装路面，这台车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，叫做越野360，屏幕往左滑到底之后，它就会出来。那在这个界面上，你会看到它整个选项非常的丰富，而且整个车辆信息也很丰富，包括像车轮的每个轮的扭矩，包括像整个车的倾斜角度，以及越野常用的陡坡缓降，还有像蠕行功能，它都会显在上面。它显示信息也会联动到 AI HUD 以及这个仪表上，所以如果你在越野的情况下呢，也不用看这个屏幕，直接看前方就可以了。这个屏幕只让你操作一些其他越野选项用的。开起来之后呢，差不多就是这种效果，整个信息它都会实时显示。而且如果你对前方路况没有信心的话，其实可以用它的透明底盘功能，这样看的会更加清晰一点。我都感觉现在有点
头晕耳鸣。当然不是因为这台车它在弯里的侧倾多，这辆车在我开过的 SUV 中，它侧倾绝对算少的。只不过呢，我是觉得这里的弯路实在太多了，这个弯道太多了，哇，真的脑浆快被晃晕了。这车在山路里呢，其实哇，刚刚真的太危险了，对面这个人居然切着中线就往我冲过来了。所以大家记住啊，山路里开车呢，千万要保证在自己车道，特别是在盲弯的时候，因为你不知道对象会出现什么东西啊。当然，刚刚急刹的时候呢，行车记录仪也为我保存了这条证据吧，对吧？万一真撞上，哎，他全责。朋友们，第二个点来水库了，哇，这个水库它是真的大呀！每次来水库这种地方，你看远处这种山，包括整个水面非常平静，就感觉整个人就静下来了。当然了，如果在这儿能甩上一杆，钓上一条里面的鱼来吃，更棒了。别人跑马拉松42公里呢用了2个多小时，而我开这辆车居然用了整整1天。不过今天整个绕着梅岭的路线呢，我觉得确实非常有意思，玩了差不多2、3个景点，但是呢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啊。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南昌自驾游，我真心建议可以按照这个路线去玩1天啊。当然，在这样福特的智驱练马上呢，它的路书功能跟整辆车的互动呢就更多了，比如说车载视频，对吧？还有像无人机拍摄这些东西，都可以让你整个旅程变得更加有趣啊。那对于这样福特的智驱练马来说呢，首先它定位肯定是一台偏城市的 SUV， 比如说这样增程版，它纯电续航就220公里。1周城市通勤完全够用。当然，在有了越野路书、越野310，还有这台增程版，比如说它4驱、2把锁这些硬件和软件功能之后呢，到周末节假日的时候，你开着这辆车沿着路书去找一个陌生的城市游玩上一阵子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毕竟大家的生活呢，不只有城市和工作，还得出去玩。那这台福特智驱练马是不是个好伙伴呢？